大家好，大家是不是很久没有出国了？出国是一个美好的体验。好，那我们在疫情这么久之后，想要好好的出国走一走，一定要找一个便宜的机票。找到便宜的机票、便宜的住宿，一定可以让我们这一趟旅游玩得很愉快、很尽兴。那今天要来教大家怎么去找一张便宜的机票。好，来看一下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Skyscanner 这个网站呢，去找到全球的机票。这个网站很厉害哦，它可以帮我们去找到不止台湾、不止日本、不止韩国、不止大陆，还有欧洲、美国、澳洲等地的一个机票，它都把它透过它来做一个整合，去透过这个网站找到上百家、上千家、上万家的机票，看看哪一张机票的组合最便宜。好，那我们直接来教各位怎么去使用哦。这边我们可以先选择我们的出发，我们今天打算先从这个台北做出发哦。我们选择台北 TB， 目的呢，假设我们今天可能想要去，现在去日本还蛮贵的哦。那我们去个韩国，韩国的大邱，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去过啊？假设我们现在要去大邱，来这边还是先看一下这个软体呢。它可以说，你如果不晓得你要去哪里，你可以让它自己探索世界各地，让它自动的帮你找出便宜的机票。哎，我不管，我先找一下那个 T 吧。啊，韩国的一个大邱，韩国的大邱啊，韩国的大邱是韩国的第3大城市啊。第1大城市当然是首尔，第2大城市是釜山，第3大城市就是大邱。所以有人会在说韩国呢。韩国跟台北比，台北第1大城市就是那台湾的第1大城市就是台北，第2大城市就是高雄，第3大城市就是台中。好来，再来出发日期的话，如果你没有很确定，因为一般我们来讲，我们想要出国，我只知道说，可能在上旬或下旬，或者是要跨周末，我只照一个大概的时间，但是我没有很确定，或者我只想要10月出去、11月出去、12月出去。哦，来，我们假设我们的出发日期，我们把它定在12月，那回程呢，当然也把它定在12月哦。那旅客当然目前我先暂定只有一个人要出去。好，来做一下搜寻，对，周选的时候他会帮你去找一下，从这个台北 TB 到韩国大邱 T 的一个航班是在12月初8日起，是在12月，以及那个回程的日期是在12月，那有一个人坐经济舱哦。那这边要记得哈，这边有一个仅限直飞航班，这边要请大家注意一下，它有时候没有勾的时候，请你把勾起来。为什么这边要把勾起来？因为我们到韩国通常只有2-3小时的一个时间，如果你还要再转机到香港或到越南或到日本转机的话，一整个行程起来，本来只要2-3个小时，会变成7-8个小时啊，是相当的不划算。所以这边提醒各位，这一个仅限指挥航班，这边要把它勾起来。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左边的部分就是出发的部分。你看，出发我如果是在12月1号出发，会是2584，2000多块。12月2号出发也是2584哦，在12月3号出发是3161。所以通常我个人会建议，你可以如果要去5天4夜的话，你可以礼拜5去，然后搭礼拜2回，或者是礼拜4去，礼拜1回，看你怎么去搭配好。我们就直接用它预设这边，12月1号2584，礼拜1、礼拜5去礼拜2回。礼拜2回的话就是12月5号回来2685点一下2685好，我们把它点了之后呢，各位往下拉，往下拉，往下拉，可以看到一下哦。大邱12月1号周5去，12月5号周2回来。机票是来回机票直飞哦，来回机票哦。
来回机票这一点很重要。有时候朋友会问说5000块只有单程吗？我就跟他讲说，我怎么可能去单程？难道我不回来了吗？每人只要 NT5269来，我们直接按下搜寻航班，看它会把我们导到哪一个。画面过去呢，来看一下哦，我们这边它已经套用我们的筛选了，它选出来最优的航班呢，也是5229哦。但是这只是一个参考的价格，还是实际我们连到订票网站的价格为准哦。只要2小时20分。好，来看一下，哎，第一班就是这个是真航空哦，是从早上台北凌晨的1点55分耶，完全没有浪费时间哦，就飞到大邱，早上5点抵达，5点抵达刚好入关之后就是白天，刚好可以玩啊。12月5号回来是在晚上11点20分，回到台湾是凌晨0点55分。回到家之后赶快睡觉，隔天继续上班。你看，只要5229。那你如果不喜欢这个时间，下面还有下面这个 T 位，这就是德威航空。德威航空，它去程也是1点55分，但是抵达是5点20分哦。这航线有点不太一样哦。那回程的部分它是22点40分啊，再回到台湾是隔天的0点30分。它的费用就要6745元，6745元。当然，你还可以看到其他的，还有一些更便宜的啊。不会有更便宜的啦，我们已经找到。这边还有其他的一个组合，像虎王的话，它会是8078。来，我们继续用我们刚才跟各位介绍的这一个真航空5229，我去这边把它点一下选择，选择点下去。现在点下去之后，来看一下在航空，我再把它点开来哦。没错哦，1点55分抵达5点，1点55分出发，5点抵达，12月1号星期五，回程也是回程没错哈。23点20分出发，那0点55分，隔天早凌晨回到台北桃园。那只要一个人，那你透过不同的订票网站呢？像 Trip.com 那金额只要5229，那透过 iWiFly 是5251哈。真航空的网站订要53053付，理由要5349。来，我们这边就直接选一下最便宜的这一个5229 Trip.com， 把它底下选择，它会帮你跳到 Trip 打卡的这一个画面，而且这个画面一定要透过 Skyscanner导购过去哦。如果你没有透过它导购过去的话，你直接去 Trip 打卡，搜寻机票反而会比较贵，哎，等它跑一下。你看，我刚才不是跟您各位讲说那个价格，先参考一下哦。因为来到这边，他要说，哎，我们找到最新的滴滴价了。刚才是5229吧，现在他说那个票价已经过期了哦。那新更新的票价是5236，没关系，差一点点，我们继续预定。继续预定哦，你看一下他讲的是什么？他讲的是一样哦，一样这一班哦。12月1号的大洲前往，台北前往大洲0点55分，飞到大洲是5点的哦。那回程也是一样，回程也是真航空。12月5号星期二晚上的23点20分，抵达是隔天的台北，隔天的0点55分哦。那行李的部分呢？你如果选择5236这个组合行李哦，就是托运的行李可以每个人有15公斤，每个人有15公斤哦。那这一个部分你如果要更改日期，就有3632，相当的不划算。通常我们订联行就不会去选择要变更日期喽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个人的行李啊，来回台北到大邱，15公斤，大邱到台北也是15公斤。那随身行李每个人也是去程有10公斤，回程有10公斤，然后那个人物品你只能带着1件。
所以你看相当的划算，你只要花5236的一个价钱，你有15公斤的行李，那个手提行李也有10公斤哈，这是一个相当划算，不过它是没有飞机餐的，所以你可能要准备点零食，或者是没关系，2个小时不吃东西，不会饿啊，带个水喝一下就好啦。这就是一个透过我们一开始教各位透过这一个 Flight Scanner 的方式呢，找到便宜的机票，透过台北到大邱，找到便宜的机票，然后他把你导引到这个 Tripcon 去做一个购买机票的一个动作。那这个 Flight Scanner 呢，导购过来之后呢，你看他推荐给你的是一个非常超值的一个机票，是含有行李的一个来回机票5000多块，而且目前去韩国还是免签的，免签你办签证都不用入关，相当的快，入关相当的快哦，这个方式相当的方便。不过在这个 triple.com 这边还是要跟各位提醒一下，因为这是一个国外的网站，所以刷卡要有 1.5% 的一个那个海外手续费啊，这个大家要留意一下啊。其实收一点手续费也没关系，另外他在这边也有他的一个回馈金给你，日后你也可以透过他这一个回馈金使用，就是把机票再折抵回来哦。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各位教学的如何购买便宜的机票，由台北到大邱，找到一个相当便宜、相当漂亮的机票。这个方法教给大家使用哦，希望今天的教学对各位有所帮助哦。那以后各位想要找到便宜的机票，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哦。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帮我按个喜欢，按个赞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咱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